避世有多少的欢笑，多少的泪水，多少的财富自由，多少的悲伤离世。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不然飘哥，来了。上两期都看了吗？没看的去看上两期，感觉那两期做得好，精良到位，和老高还有互动。飘哥力求把每一期都做到100分，但难度有点大，请容我表白一下哈。地球的尽头在铁岭，铁岭是飘然宇宙中最遥远的那颗星，那颗星星开始种香蕉，而那个香蕉的种子被运到了日本。于是乎23号央视网报道，日本栽培出连皮吃的香蕉，一种栽培自北海道川路市的香蕉开售。这种香蕉连皮都能吃，商家为香蕉精心包装，一根售价高达66人民币，样子看起来其实和普通香蕉一模一样。这个能算神秘界的神秘事件吗？对了，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主题。今天咱们要讲的就是神秘界的神秘事件。那么这个其实不能算神秘事件，只能够算是奇闻异事。当吃到咱们自己嘴里的时候，就是个香蕉。OK， 那么咱们看神秘事件之2月21日下午，美国航空2292航班起飞，从辛辛那提飞往凤凰城。当时机组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快速的移动物体在其飞机的上方飞行。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录像。Have any targets up here? We just had something go right over the top of us that I hate to say this, looked like a long cylindrical object that almost looked like a cruise missile type of thing moving really fast that went right over the top of us. 那么这个飞行员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问道，请问在这个空中还有其他的飞行物吗？那么他又补充道，他说我不得不这么说，但是我看到了一个飞行物，它看起来像一个长圆柱状的物体，几乎看起来像是巡航导弹这样的类型的物体，移动速度非常快，就刚刚的越过了我们的头顶。这就是这段飞行员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后来把整个的案件送到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给的结果就是正在调查当中。那么飞行员就联想到了，这是不是和罗斯威尔事件有关的或类似的事件，也就是所说的 UFO。 他们在陆军的白沙导弹靶场附近飞行，但是军方否认该物体是其中之一，或者是否认了该物体是军方所发射的飞行物。而且当天是星期日，不可能有任何的飞行物从军方发射出来，这个让人感到是非常的匪夷所思。但是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那就是发生在去年的时候。当时在飞机上，飞行员报告说，有2次分别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看到一名男子持着喷气背包，在距离飞行器或者是在距离飞机300码远的地方进行飞行，那真叫个嗷嗷狠。American 1997, okay, thank you. Were they off to your left side or right side? Off the left side, maybe 300 yards or so, about our altitude. Okay, American 1997, contact tower 120.905. Thanks today. 120.905, we'll see you, American 1997. Southwest 6046, contact tower 133.9er. And Skywest 960, and we just saw the guy pass by us jetpack. JetBlue 23, use caution. Person in a jetpack reported 300 yards south of the LA final at about 3,000 feet, 10-mile final. JetBlue 23, we're heard, and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Only in LA.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神秘事件。保健娱乐报道，贾玲
高情商的回应催婚。2月21号，贾玲携你好李焕英一众主创来到成都影院路演。活动现场，贾玲遭遇到粉丝的催婚。贾玲高情商的回答说：“你有2个孩子的话，给我1个得了，我就不用再结婚了。” OK， 那么大家知道《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吗？它呢是由贾玲自编自导自演，以及和沈腾等等演员一起演出的2021年的喜剧贺岁片。剧情主要是讲述了2001年贾玲的母亲意外去世，贾玲呢在悲伤之极的情况之下，意外的穿越回了1981年，与母亲相遇，并且成了闺蜜的故事。这真的和神秘界有点瓜葛，贾玲竟然整出了穿越剧，而且这个穿越剧我们可称为贾玲上了封神榜。我们再看下一个神秘事件。环球网报道，中方从未要求美驻华外交人员肛拭子测验。网友质疑肛拭子是什么东东，也有人评论问为什么不呢？这个不是神秘事件，这绝对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事件。网友们对肛拭子自行脑洞吧。下一个正儿八经的神秘事件，新冠后遗症。3次疫情，变种病毒还没有完。CNBC 报道，美国最高医疗长福奇教授表示，新冠的症状可以或者是可能会延续9个月之长。他说，COVID 的症状现在被研究人员称为 COVID 的急性后遗症。无论是有症状者还是无症状感染者，都有可能在感染之后很容易产生副作用，而这个副作用的程度从轻度甚至达到丧失能力不等。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有 30% 的患者报告症状长达9个月。那么他们说到，人们报告的情况是疲劳、呼吸急促、睡眠障碍和其他的症状等等。这些病人有时被称作 long haulers， 也就是说负重前行者。而近期的美国变种消息也是层出不穷，而且感染率和死亡率也居高不下。现在又提出了很多人有后遗症。问题来了，有些人有后遗症，而有些人又没有后遗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答案在医学界还是在探索当中。而近期的尼安德塔人基因或成为其原因的说法，也占科学界和神秘界的半壁江山。还记得吗？咱们曾经讲过一集尼安德塔人的基因追杀令，就是有尼氏基因的人有 30% 的加重的可能性，插管的可能性。当时咱们还开玩笑。那么但是这里呢出来了一个反转警告，或者是180度的大反转。 CNN 报道，有科学家研究表明， COVID-19 发作之后的幸存下来且症状轻微甚至是没有症状的人，都可以感谢他们的尼安德塔人祖先。 Oh my god， 无语了，科学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关于新冠，还有一个神秘界最牛的新闻， TikTok 用户开始流行一个说法，网上出现了这种说法，说是许多人声称这是牙买加的一种补救措施，即在明火上燃烧橙子，然后将果肉与红糖混合食用。科学家这个时候出来了，在 USA Today 等等网站声称此法没有根据。那么我们看下一个神秘事件，最近的莱瑟塔档案吵得一塌糊涂，在神秘界吵得一塌糊涂。话说现在的人类是150万年前另一支外星种族来到地球，改造人类祖先类人猿，经过23000年7次的改良，最初拥有科学的进化人类存在于70万年前，后来外星人决定终结他们的首次创造，然后加速了第2次更好的实验系列，接着一次又一次，最后一次是开始于
8500年前的第7次文明的创造，直到今日，或许有一点点靠谱。将来呢，我们单开一局。下一个神秘事件，比特币。Johnny Patrick 美国吠陀占星师经常会对比特币进行推测。前段时间咱们也分享了他的视频，根据他的观点，比特币会在2、3月份达到高点。当时说的比特币会 getting bigger， 也就是说更高更大。现在的状态确实应验了他的预测。咱们一起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比特币。从2017年中旬开始，当时是1000美元，而后一路飙升，中间经历了几次波折，到了2017年的顶点是2万美元，随后一路下滑到2019年2月份的3300美元左右。了解飘飘然比特论坛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当时飘哥和大家是怎么过来的，那真叫个枪林弹雨，所向披靡。当时带着大家找底，一直找到了3000美元。当时飘哥是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飘哥讲的是不是底都要进货。当时是太有意思了，而且强烈的推崇分批建仓，后来我们称之为定投理论。这都是历史了，带着大家从右边操作的机制硬生生的来到了左边操作。很多的小伙伴们老高兴了，说是每天不听飘哥讲币就像是缺点啥一样。回头呢，我们有机会再讲那个时候的故事。现在的币市再一次启动，风生水起，有很多的小伙伴们担心是不是就此行情结束了。个人的观点是还远远没有结束，短期的调整是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操作理念。再次借现在这个机会再强调一次，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不要加10倍或者是5倍以上的杠杆，不要把压箱底的钱拿来炒币。咱们现在这个频道不是经济频道，但是呢，说到了币子就停不下来了。币市有多少的欢笑，多少的泪水，多少的财富自由，多少的悲伤离世。听懂的就听懂了，不懂的也没关系，只当闲扯故事。好的，币子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有机会再细聊。祝每一个咱们电报群里的炒币的小伙伴们能够扭转乾坤，财富自由。 OK， 下一个神秘事件，美国大选结束了，这个世界终于可以暂时恢复平静了，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还有很多的战神在努力的奋斗着。那么大选的结果的预测咱们一直没有说，这里是那个表格，让咱们的小哥放到屏幕上看一下谁对了。但是似乎大家可能把这个已经都忘记了，但是作为咱们有始有终的态度，还是要拿出来晒一晒。表格里红色的是预言川普赢的，那么呢都输了，老飘也输了。蓝色的拜登赢了，是胜出。简单的捋一下，赫尔波特教授的大数据模型分析、圣经预言、KFK、巴菲特、义乌指数、美股预言，这些都曾经预测川普胜利的都折戟中原。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灵媒帕克是说川普胜利的，咱们这里也能看得出来是红色。但后来在他的预言当中，预言2021年有大变革当中改变了他的看法。那么呢，这是特殊的一位网红教授李奇曼，牛津大学经济模型预测，预知梦巴西朱瑟里诺和金融大鳄索罗斯，他们在这个表格当中是蓝色，是属于预测了拜登是胜出者。下一个事件也是第8个事件，潘博文事件，最透彻的解析的就是飘飘然的全面解析，没有之一。宇宙脑洞横破空，平行世界不是梦，有兴趣的可以到频道去观看。神秘界事件9，缅甸的军事兵变，近期轰动世界的政治事件，这个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关注。这是神马情况，这不正是印度神童所讲的元首换吗？可谓6星连珠时，元首更换忙，也应了门塔
和 Pam 所说的6星连珠关注的是政府和管理部门。Oh my god， 嗷嗷喊，终于喊出来了。这个事件咱们暂时就不深挖了，如果要是再深挖的话，又要挖一宿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飘到这里，祝愿大家平安，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苗哥 ，Peace and Joy。